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呢是2020年的5月23号，星期五啊。那今天来聊聊香港。但是面具人，我今天不打算聊什么政治呀、意识形态呀、拉帮结队的这些东西啊，咱们只是做一个总结，好吧？然后呢，去改善咱们的思维和心态。香港抗争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很长时间了吧，快1年了吧，还是1年多了。不过这些都不重要，这些都只是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咱们今天只是要梳理一下咱们的思维，总结一下，好吗？那开始今天节目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抗争了1年多了，你们得到什么了？来，我问问你，你们是找到了好的工作了，还是挣到了10万8万了？没有吧？甚至有些人的生活还不如从前了，对不对？有些人的生命都没有了，对吧？那好，我再想问你们另外一个问题：你们失去了什么了？可能你们活着啊，能看今天我面具人影片的人还算幸运的。那我再问你，那没活到今天的人呢？那些被扔下海的、被飞出窗外的、被飞出山崖的、被飞出山下的那些人呢？我想问你们啊，他们还能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吗？不能了吧？啊？我想那些被挂掉的人应该是没你们幸运，能够坐在电脑跟前看节目吧，能够抱着手机玩来玩去的吧。啊，在座的各位，你们有这么好的运气，能坐在电脑跟前看影片上网，比他们要幸福的多了吧，对不对？那他们白死了，是不是？那咱们就考虑这2个问题啊，你得到了什么？你失去了什么？你别他妈的给我说什么反共呀、意识形态呀这些东西，咱们先抛开一切啊，就以人为本的角度上来说，抗争了1年多了，到现在啊，有人死了，有人废了，有人残了啊，更多的人现在被关了、被抓了，什么也没有得到啊。我就想问问你啊，你得到了什么？你失去了什么？那咱们可以先冷静下来思考10秒钟嘛，10秒钟而已嘛，时间不多嘛。啊，那就开始了。你得到了什么？你失去了什么？那就开始了啊，朋友们，这抗争了1年多了，你们得到了什么？你们又失去了什么？咱们冷静的思考一下，10秒，10、9、8、7、6、5、4、3、2、1、0，叮咚。时间到，你们心里面也都应该有答案了。我面具人呢也不问你们啊，你们自己心里面清楚就好，对吧？好，那就来聊一聊这个国安法了。很多香港人觉得，哎呀，国安法来了，变天了，完蛋了。OK， 咱们先排除这个情绪化的因素。我说了，排除情绪化的因素。情绪包括什么？我很多节目都讲过，情绪当中仇恨、恐惧是最容易被利用的吧？那好，香港人这边呢，从抗争之前普遍都是有什么情绪啊？仇恨啊！仇恨的根源是什么？不安、恐惧，对不对？对未来的不确定、不信任、不放心、害怕，对不对？所以呢，这些情绪都被转变为了恐惧或者仇恨。然后就想着，哎呀，要抗争上街了，对吧？我再不抗争，我就要被共产党一国一制了；我再不抗争，我就要被共产党霸凌欺负了，是不是？我面具人是搞心理学的，我敢肯定啊，我对于香港人啊，至少是大部分香港人的心理状态的这块的判断是绝对没问题的。你们现在普遍的心态啊，就是恐惧或者是仇恨。从我说的这几个心态啊，你单选或者多选，选几个？恐惧、仇恨、自卑、自大，多选或者选一个啊，都没有问题。OK， 面具人，我就给你讲一讲社会道理了啊。香港人啊，你们之前可是把面具人我喷惨了啊，把我骂惨了。因为面具人我一直是提倡冷静、从长计议、提高智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对不对？然后很多人喷我说我是大外宣、中共同路人，对吧？因为我一直提倡，我告诉你们，共产党很厉害，共产党很阴险，共产党一剑拔雕，共产党很强大。他会观察一个人群里面不同的人的心理动向，然后呢再去安插人进去进行分裂和煽动。那这种煽动可以是去煽动人送死，也可以去是煽动人对立和斗争，明白了没？所以面具人我频道的宗旨就是大陆人、香港人、台湾人提高智商的圣地。
我并不是说以地域来划分人群，人人平等，每个人啊都有提高智商的空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意志，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自我觉醒的个体，并不是说被这些政党斗争或者情绪化的东西绑架了以后，没有良好的策略，没有100%，甚至没有50%以上的把握，就去无脑送、无脑冲锋、无脑送死，懂没有？我整理了香港人抗争到现在的3个误区啊，咱们由浅入深的讲。第一个误区呢是认知误区，第2个误区呢是心理误区，第3个误区呢是利益误区啊。咱们今天就仔细把这个闹明白、闹清楚了，对吧？开拓一下思维也不是坏事嘛。你们愿意听，我就讲；你们不愿意听，就关掉视频就走人，拜拜，对不对？我面具人凭良心讲话，我面具人又不拿你们1毛钱。你们看我视频节目到现在，你们有见过我搞过什么募捐呀、二维码打赏、PayPal 之类的吗？我PO过这些链接吗？没有吗？我他妈见了，我是要跟你们说这么多废话啊！我都是凭着良心说话，分享一下我跟共产党斗争，以及我在文宣部门做了这么长时间了解的这些黑暗的东西，对你们有用的东西。你们结果呢？干到现在了，上街游行抗争到现在了，不总结一下成功在哪儿，失败在哪儿吗？不应该总结一下吗？不应该听一点这些各方人的意见吗？不应该自己去制定一下更好的策略吗？对不对？我操！我做这一个视频，我还有啥好处，对不对？我还要花20几块钱请人打字幕，你们才能看懂呢，是不是？不过虽然里面有错别字，好了，说远了啊。先说3个误区当中的第一个认知误区认知误区是什么？我想问一下香港朋友们你们是不是把中国共产党都当成善男信女了？你以为共产党你对共产党上街游行一下，喊个口号，然后共产党就能心软了，然后共产党就给你下放权力了，就给你开放自由了？你觉得可能吗？共产党的坏不是你们能想象的，你们自己去看看大陆那边那些维权的人、上访的人，一堆堆的人跪在政府门前下跪呀、磕头呀，跪的膝盖都肿了，跪了几天几夜呀，有人磕头磕的头都流血了。你知道旁边的国保警察，他就在一边看戏，他就让你跪，就让你磕头，等你跪累了、磕头磕够了以后，再统统给我抓起来，去派出所，该判的判，该罚的罚。你觉得他们把老百姓当人看了吗？他就是逗你玩呢，遛狗呢，知道不？然后等你玩累了以后，再统一的把你抓起来整你，懂了没？所以你们香港人觉得你上街了，你就能感动共产党了，你觉得你就能触碰了共产主义铁拳的底线了？那面具人我不给你乱讲共产党他的底线是未知的。你像我面具人的底线是什么？以人为本，对不对？我以前反对你们这帮子脑残上街无脑送，我现在依然是反对，只是因为你们现在的激情过去了，也该到一个冷静思考的阶段了。那我们今天就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冷静的沟通一下，总结一下了。你们现在想一下我为什么揭发陈秋实？我为什么反对那些个在加拿大鼓吹香港人牛逼、香港年轻人牛逼？我支持你们勇敢的上街冲你们上那面具人我就觉得奇怪了，你是个男人不？你整天吹牛逼，让人家去冲锋你觉得冲锋是件光荣的事儿，是件好事，那你也跟着去冲锋嘛，别再躲在家里面当键盘侠吹牛逼你也跟着上别煽动这些年轻人不懂社会经验的让这些人去送死你也冲一个给我看看这些个在加拿大、在美国、在英国的这些人躲在家里面撸2下键盘，就让这些年轻人就能上街去送死，多神奇的事情。然后呢，他们就在家里面赚广告费、赚流量。这种人呢，就是渣子，人渣，懂了没包括陈秋实他明明就是有免死金牌的，然后跟你们一块去上街抗争，好得很，我们一起去游行冲锋。结果呢你们还真以为他被抓了现在人家正坐在家里面喝着红酒，吃着鸡腿看你们呢。面具人我对他们太了解了，我不是之前说这个一龙武僧要来油管吗？是不是油管是不是来了，对不对？来开频道了，对不对？面具人我不了解他们，我能判断的这么准吗
所以面具人，我一直要你们冷静，谋而后动。如果说没有好的策略，就不要轻举妄动。结果呢，你们还喷我，哎，那面具人，我告诉你啊，我从香港这个事件啊，我看到了至少有10几个利益集团在里面勾结。你先不管利益集团他们怎么搞，那人家利益集团都是为了利益，人家是拿你们赚钱的，那你们呢，无脑冲锋当炮灰。你们动不动啊就用自己的生命去制造一个大新闻，然后呢，这些利益集团通过报道你们什么上街英勇抗争，那人家该赚钱的赚钱，该挣点击量的挣广告费，该挣选票的挣选票，那你们呢，被扔海里面，被飞出窗外，被飞出山崖，被打得死去活来啊？为什么？为什么？啊？因为你们蠢啊，知道不？年轻人不懂社会的黑暗，你们不懂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的利用、阴谋诡计，这些你们都不懂。可能你们会认为啊，面具人我不懂民主啥的。那面具人，我告诉你，我虽然嘴上说我不懂民主，我只是谦虚，为了尽量能和大家做朋友，拉近距离，所以呢，我贬低我自己。实际上呢，我是接触了西方社会的人，我怎么能不懂民主呢？哎。你们还有很多人压根儿就没有根本就没有在西方社会生活过吧，对不对？我只是站在尊重你们的角度上，我自我贬低，懂了吧？为了大家能在一起放弃偏见，然后呢，欢快的、娱乐的去讨论问题，懂了没？所以呢，我才这么说的，知道不？那你看啊，共产党它是怎么起家的？靠笔杆子、枪杆子、文攻武吓，笔杆子能洗脑渗透一部分人，然后再用枪杆子威胁逼迫一部分人。共产党的江山可不是靠讲道理、靠游行、靠合理飞而得来的。共产党的江山就是靠文化渗透加暴力革命，文化渗透洗脑一部分人，然后再暴力革命啊，杀一部分人，抢一部分人。结果呢，你看共产党毛泽东。刚开始呢，他发现他玩暴力玩不过蒋介石，对吧？然后被追杀，逃亡到了陕北，然后呢，继续龟缩，积攒实力，最后呢，反扑了蒋介石。那你们香港人有共产党那种精神吗？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没有吧？你们始终就是，哎，我有民主诉求，我牛逼，我无敌，我们的民主精神全世界牛逼，宇宙无敌。我们只要上街游行了，共产党就要给我跪下，共产党就会给我服软，共产党就会给我投降认输了。你们这不是幻想吗？啊，那你看看，总结一下，游行到现在了1年多了，结果呢？我告诉你们，不要去试探共产党的底线啊！面具人，我和他们斗争过，我有经验的。我告诉你，共产党的底线是多低，共产党的底线在哪儿？这个世界上没人知道，就包括共产党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儿，知道不？共产党就是那么疯狂。你看大饥荒死了几千万，探到他的底线了吗？文革死了几千万，探到他的底线了吗？没有。那现在共产党还搞什么健康码、数字货币、单性繁殖、无性繁殖？你觉得这些东西都触碰到了共产党的底线了吗？没有。然后再说金融啊，你觉得共产党他的底线现在还在乎什么香港的 GDP 吗？面具人，我告诉你，香港的地位在共产党的眼里面，军事地位永远大于经济地位，不然呢，他修港珠澳大桥干什么？就是为了能够快速的运输火力，运输坦克车、装甲车，知道不？同样的，你要明白，你香港的优势在哪里啊？香港对美国的优势在哪里？你们盼望美国和香港脱钩，关闭香港的自由贸易区就完了啊，就能制裁共产党了。OK， 这些美国都能做到，但是对美国来说没有什么利益，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呢，美国他是要考虑他自己的利益和好处的。所以你看，川普搞了这么长时间，他就跟共产党、跟习近平眉来眼去的，他就是不帮你，懂了不？那咱们再退一步来讲啊，即便是美国放弃了香港的这个自由贸易区，制裁你香港，对吧？那等美国放弃了香港以后，那香港对美国还有什么价值啊？给你们5秒钟思考一下啊，5、4、3、2、1，我一会儿给你们讲香港对美国真正的价值在哪儿。想到了没有？可能有些人想到了，哎，军事地位，香港作为这个岛链和能直接威胁到深圳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它对美国在亚太布局，对直接威胁中国是有作用的。
美国很想驻军在这里。那具体美国为什么要来驻军呢？那就限于这个油管的规定，我也不能讲太多，是不是啊？我就告诉你们，你看看利比亚，你看看伊拉克，人家是怎么吸引美国来驻军的啊？维和，懂不懂？我只能给你讲这么多，剩下的靠你自己啊，提高智商去想。那么再来讲第二点误区啊，心理误区。大家很多香港人都觉得自己年轻，我牛逼我就干，我年轻我怕谁？我民主我怕谁？好吧，你年轻，那面具人我就按照你年轻人的思维来讲，大家都玩英雄联盟吧，大家都玩 DOTA 吧。好，那我问你啊，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对这个游戏有哪个英雄有哪个技能都不懂的人，该打野还是该混线啊？都不懂的这些人啊，然后你告诉我你要挑战世界第2的冠军战队啊？那人家这个冠军战队对这个游戏的规则每个英雄什么技能怎么配合都是了如指掌的人，你连这个游戏还没玩过呢，你连这个游戏都不了解呢，你觉得你和世界第2的战队去打，你有胜算吗？对不对？这个心理误区啊，就是香港人现在普遍进入了一个极度情绪化的状态。我多少期节目都讲过啊，人呢，如果要陷入极度情绪化的这种状态情况之下啊，他的判断能力是会非常差的，他的认知能力呢也会降低。所以呢，香港人可能是因为愤怒，可能因为恐惧，反而是反正就是进入了一种情绪化的状态，什么话他都听不进去了。经历了这1年多的攻防，进进退退，很多的香港人呢已经成功的被降维打击了，成为了没有思考能力的人不对，不是人，已经接近于野兽了啊！比如说在香港人现在你看他的状态和小粉红没啥区别，只要是和你观点不同的人，你不认同我，你就是共产党的间谍，你就是小粉红，你就是支那人，你就是中共同路人，你就是共匪啊！你跟我的观点不同，我就不听你说话，我就排斥你。那人要是处于这种心理状态的话，任何话他都听不进去的这种状态的话，那你想一下有什么好处？如果一个人听不进去建议，听不进去策略，情绪化了以后只会无脑冲锋，只有一种策略，那你是必败无疑的。我再讲一遍，共产党是没有底线的，他的底线在哪里他自己都不知道，没人知道共产党的底线在哪里。你们一旦情绪化了以后，就会自我设限，自我去屏蔽一切的消息比如你是香港人，你在我面前我告诉你共产党很强大，共产党很聪明，你要小心。结果呢，你会认为我是在吹捧共产党，而不是你认为我是告诉你共产党很厉害，你该小心他，要面对他的时候要谨慎，对不对？所以你们就听不进去好话坏话，你们就听不进去建议，你们就不能对你说任何描述共产党的强大的话，哪怕是提醒大家共产党很危险，要你小心都不行，你们只能听得进去。香港人牛逼，我们支持香港人，香港人你们勇敢的抗争，上街去干吧！你们就愿意去当别人的肥料炮灰韭菜吗？是不是？讲好话你们也会认为这是吹捧共产党，中共同路人嘛，对不对？所以你认为你们处于了这种情绪的误区里面，心理状态的失衡里面，你们对共产党还有胜算吗？是不是？那第3点我再讲一下利益误区你们在利益方面也给错判了。首先呢，西方国家是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社会，那资本主义社会就讲究的是利益循环，对吧？那这个无可厚非嘛只有有好处的事情，人家这些资本家才来干嘛，这些资本社会美帝国主义才会来帮你嘛，没好处人家帮你干啥？那刚好有了好处以后，人家才能维持整个资本市场的循环嘛，对不对？ OK， 那香港的抗争的这个利益误区是什么你们错判了自己的价值，你们认为香港是世界经济贸易中心，你们认为自己的国际地位不可取代，你们认为自己是世界第一，是不是？本来面具人我今天不想做这个节目的，你们自生自灭吧，反正你们自嗨嘛，认为自己全球无敌了，宇宙无敌了一个香港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位了，是不是？
我讲什么你们都听不进去，对不？就像我刚才前面说的2点，闹了这么久了，你们得到什么了，失去什么了，你们都搞不明白。香港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位错了，他用自己的生命上街去游行，结果呢，成全了别人，帮别人赚了点击率啊，帮别人赚了选票，成为了别人的政治斗争的工具，成为了帮别人拉选票的工具。哎，你们不要整天想着人性的光芒呀，我告诉你，政治之下不要谈人性，你只用谈利益就行了，懂了没？没有谁是慈善家，你觉得美国会去帮你？美国最多也就是取消香港经济特区的地位嘛，他还能咋？他把飞机坦克开过来，有没有可能呢？有，但是你香港要符合美国的利益点，美国才会来帮你。美国不会为了你口中的人权，上街游行2下就把部队给你开过来了，他也不会为了香港所谓的金融特区地位就把部队给你开过来了。说实话，美国不缺你什么金融特区的那点钱，也没有什么理由，直接就把部队开过来，所以美国不会帮你。你们要知道，香港真正对美国诱惑力大的地方在哪儿不？刚才说过了，军事地位，香港是可以直接威胁到深圳、澳门的，而且它也可以部署成为重要的岛链阵地。这个也是共产党想要做的。共产党把香港废了以后呢，共产党就可以把香港改造成军事港。懂了吗？直接可以抗击海外的势力，懂了没？而你们也知道港珠澳大桥吧？你们以为港珠澳大桥是旅游设施，是便民设施，是民用的？港珠澳大桥就是为了方便镇压，20分钟啊，坦克车、装甲车就能源源不断的开到香港啊。如果说它是便民设施的话，那他咋不弄个港澳台大桥呢？对不对？那台湾人不让他弄啊。你们要是想要美军介入，你必须要给他一个理由，你必须要完成一个壮举。美国会以什么样的理由介入呢？那就要靠你们自己提高智商去想了，知道吗？你们去看看美国出动军事干预的国家，一般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美国才会去干预的。对不对？我不能给你们讲太明白，因为面具人我的频道的宗旨就是提高智商的频道，要你们自己去多元化思考，去带动你们自己思考的能力。我不是来给你们洗脑的，知道吧？我也不是来割韭菜的，来让你们听我的话去干什么的。我不给你建议，你自己想就行了。你们自己想想啊，香港抗争到现在死了那么多人，有些人死的还很憋屈。那面具人，我告诉你啊，你要么你就别和共产党斗，你老老实实的在家洗洗睡。你要和共产党斗，你就不要和他打疲劳战、打消耗战、打游击战。你打这些战术，你是玩不过他的。面具人，我在这就把话放给你了。这个世界上打疲劳战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打得过中国共产党的。川普不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吗？贸易战打到今天了，一直浪费时间到今天。共产党的目的都达到了，什么监控呀，什么放毒呀，都达到了。美国呢？美国遭受了这个史无前例的打击。我告诉你，共产党它就是百足虫，你别以为砍掉它几条脚，它就死翘翘了，它的脚会不停的长出来，你再怎么砍也没有用的，甚至你砍的还没它长得快。对付共产党只能用瞬间摧毁，在短时间内它无法预测的时间段，对它造成它无法承受的打击，这样才可以，懂了不？不然共产党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变得越来越强，等最后强到你无法与它匹敌的时候，一切都晚了。你看共产党的这个超限战嘛，对全世界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啊！共产党以一个国家他自己的自残行为，造成了一个国家换一个地球的国家，你觉得他是赚了还是亏了？而且他顺势搞什么数字货币、DCEP、奴隶币，甚至这个人造人。对不对？人造韭菜、无性繁殖，他的这些计划一直在推行啊，很顺利的推行下去啊。你觉得共产党他现在受到打击了吗？他现在是赚了还是亏了？对不对？所以你香港人要么就别闹，在家洗洗睡就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是吧？你要是要闹，你就不要白白牺牲，至少闹他个惊天动地，才能引起世界的注意和参与。不然你认为一个国家的元首啊，会帮助一群仅仅是上街游行一下、跳跳广场舞的所谓的年轻人吗？而且这些人呢，很多的人都是凑热闹的，对吧？而且年轻人没有在社会历练过，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阴谋诡计，没有社会经验，你怎么去和这些老谋深算的老妖怪去斗呢？就这些人还我们牛逼，我们厉害，
被别人这些个什么博主呀、频道主啊、什么阵营呀、势力呀，把你们一鼓吹，你们就成了别人的肥料韭菜，去帮别人赚取利益了，拿自己的命去帮别人赚，有没有这么蠢的啊？香港的这些年轻人情绪化，不接受多元化的策略和观点，自己闭门造车，才造就了今天的惨状。那如果想要更多的交流的话，欢迎加入面具人我的 Telegram 群组，或者加入我的会员群组啊。那么面具人我口播一下啊，完全符合油管的创作规则。面具人的油管官方会员频道开通了，想要看到更多政治厚黑学、心理学、家庭教育类的节目，欢迎加入面具人的会员频道。那本月是开放月，开放月过去了以后，有些视频呢就25号或者这个月月底吧，这个月过去了以后，你的有些视频就只能在会员频道看到了，并且呢，面具人也想通过您对会员频道的支持，真金白银的帮助到大陆人、香港人、台湾人。那具体的方式可以点击内容简介的会员链接的宣传片啊，或者是点击视频下方加入的按钮啊。那已经加入了疯狂面具级别以上的朋友们啊，赶紧给我留言啊，方便加入会员的专属链接群组。因为你加入了以后，你就能获得这些可爱好看的头像，别人也能看到，你留言我也能看到。那好，我们下期再见哦！别忘了帮我点赞、订阅、小铃铛、转发啊！